就当我突发奇想，私心比以往都要重一些吧。大多数人习惯搬进新居后宴请亲朋好友，大家一起小聚聊天。我们的父母辈过去是这么做的，现在自然轮到我们认真准备了。只是翟星这次告诉我，比起单纯一起吃饭，这次不如突破传统，玩点不一样的。乔迁新居，开始新生活，或许在他们看来，这都是我们生活顺遂、拥有好运的体现。他好像觉得运气永远不嫌多，如果能分给大家一点，就更好了。是啊，所谓的蹭好运，本质上都是大家想庆祝我们一起开始共同生活提议的活动。也许是因为突然得知我们打算搬到一起，他们都比以往要激动一些。哇，你们搬家啦！恭喜恭喜！我前阵子买房的时候还在想，什么时候也能去你和左律师的家取取经呢。不过会不会太麻烦你们？我们这一大帮子人都要来。哦，新家食材和设备齐全，正好我和他也想试一试新厨房招待大家。哎呀，那怎么好意思啊？到时候就由我们帮忙打下手了啊。对了，乔迁礼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？你们家还缺点什么不？那怎么行？作为你们一路走来的见证者，这份礼我可一定要给个大的。因为我们都很为你俩高兴呀。大家看着你们一路走来，都有很多感慨，有时候甚至会有点惆怅呢。唉，那个曾经被称为木头的左然，今后应该不需要大家的助攻了。所以到时候我也会好好准备一份乔迁礼，就麻烦把你们的好运分我们一点啦。如果要寻找完全适用的参考情形，我也毫无头绪。但在我的理解里，或许就像翟星婚礼扔手捧花的环节那样，是能直接传递和分享喜悦的环节吧。这是我打包装箱的时候在旧家角落发现的，已经很久没有拿出来看过了。哦，你推开一点，小心一会儿会有木屑和灰尘溅出来。他们都是同属一个系列的作品，我以前看过不少遍，还给他们写了不少影评。结果，片方莫名将我列为了忠实粉丝，给我寄了不少相关的周边。
这些是参照电影主角的形象做成的手偶。是啊，如果到时候将他们拿出来，和大家讲述他们背后的故事，也许能算作分享好运吧。比如，你看这对，在他们所属的电影中，主角情侣从学生时代就互相结识，但因为不善言谈，经历了许多波折，才终成眷属。这部电影的主题是暗恋。总之，就像这样，这些电影分别以恋爱的不同阶段为主题，讲述了5个截然不同的故事。至于其他的手，哎，奇怪，怎么不见了？本来这里应该还有一对代表共同生活主题的手偶。我好像把其他电影的周边也放到这里了。物流公司用的加固木板不太好，毛刺太多，纸盒盒底已经完全磨损了。等我把这些弹珠清理掉，你再站起来。我没事，等一下，你也先别动，我好像感觉到手偶就在我背后。如果这时候乱动，说不定会把它弄坏。既想保护手偶，又想从箱子里出来，好像没有这样两全其美的事情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当初定做这只木箱的时候，只想着要大些，能装下所有录像带和周边。又想着不能太大，会挤占空间。没想到现在，之前精打细算的尺寸，反而成了禁锢我们的囚笼。我倒是觉得，偶尔体会一下世事难料，也不坏。期盼着万事顺遂，同时心底又想亲身体会一下意外带来的有趣之处。这大概是人们的共性。是啊，就像我们现在这样。只不过，这次处理意外时要稍微小心一些。
我来帮你。还是我拖你出去吧。现在我的活动空间变大了一些，应该不会像最初那样进退两难了。啊，怎么？这是电影主办方很多年前送的周边，现在很难再买到新的作为代替。但如果要靠我们自己修补，我当然也想修好它，只是对自己的手艺还不太放心，总觉得下针缝合很容易把布料弄坏。那我先试试看。奇怪，怎么针穿不出去啊？哦，你果然比我更细心些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执意要把这一对手偶找出来吗？其实远远不止，因为电影中的他们也曾经是校友，最后在职场中相爱。是啊，虽然在这个电影系列中，他们的故事是系列的终章，但现在他们会成为我们的新起点。喂，啊，母亲。好，我们正好也需要去采购一些生鲜。那我马上下来。没事，我母亲没有过来，是她为我们订的一些蔬菜和生鲜，我下去取就可以了。等我料理完这些，才来当你修补手偶的助手。这些也要做处理。啊，烤箱的智能系统比我想的复杂些，我想找一下说明书。总感觉你老是看着我笑，是有什么事想告诉我吗？
厨房的事交给我就好。说不定再过一会儿，你在沙发上休息时，就能闻到食物的香味了。你醒了，饿不饿？要不要吃点东西再睡？我来找你时，看到你靠在沙发上睡着了，这个礼物盒就在你身边。把你抱过来的时候，我就一起拿过来了。所以，里面装的是什么？我可以现在拆开它吗？是不是你修好了手偶，把它放进了盒子里？不仅仅是修好，你还做了其他事。可是，在那么短的时间里，这也是寻找线索的一环吗？嘘。手臂这里还有一点点线头，说明刚才确实是忙于缝纫。是你常用的洗发水的味道。等等，再坚持一会儿可以吗？我马上就要猜出来了。刚才好像闻到了一点洗涤剂的味道，但是又像是混了点别的。我猜，应该是用来洗掉手偶上干硬化学物质的特殊清洁剂。看来，你应该在修补好手偶后，又把它清洁了一下。如果只是用针线缝补手偶，是不会用到这种清洁剂的。说不定，你对手偶的部分关节做了些小动作。打个比方，虽然很想在这场小小的推理游戏中获得胜利，但好像还是留点神秘感更好。所以，可以吗？我还是想请你为我们揭晓答案。印象深刻。说到这个，其实还可以再锦上添花一下。
如果只是让手偶互相亲吻，对现在的我们来说，应该远远不够。而且，我真的很高兴，我的一些期待能在这么早的时候就收到回应。今天还是先休息吧，毕竟明天的乔迁宴才是重头戏，不是吗？不调也没关系，明天一早我就会来叫你的。我给你带了早餐。因为知道你会赖一会儿床，所以我比你早些起来，去准备了些你喜欢吃的东西。我已经对乔迁宴上的菜品做了一些预处理，你不必急着起来，先填饱肚子吧。什么？你怎么了？我可没在衣兜里藏什么小点心，早餐都放在餐盘里了。奇怪的东西。初步方案确实只是计划一起玩游戏，后面的事到时候再安排。共同生活是将生活的每分每秒都对彼此坦诚。我要做什么，当然也很难瞒过你的眼睛。毕竟从以前开始，我在隐瞒心事方面就从来没在你面前成功过，还记得吗？要不要考虑一下这个？不是我买的，是我母亲。我母亲最近忙着出差，赶不上我们新居暖造了，所以昨天就和生鲜一起，提前把项链交给了我。她说即便她来不及过来，新居乔迁这么重要的事，还是不能缺了礼数。曾经她担心我的人生大事，所以将那座带天台和泳池的房子给了我，作为未来开始新生活的居所。但比起按部就班地遵循长辈们的安排，我更想和你一起打造属于我们的小家。当然了，有些事情还是拗不过的。他送上这条项链，希望你和我往后的生活和和美美，永远幸福。他叫我一定要亲手为你戴上它，为新生活开个好头。你还记得我之前取出的那些手偶吗？我说过，它们代表了恋爱过程的不同阶段。其实
暗恋与共同生活，都只是恋爱中可能会出现的状态。但要归纳恋爱行进过程的不同阶段，不外乎3种，就是2个灵魂的靠近、融合和共存。长此以往，共同生活。靠近是暗恋，融合是恋爱中不断磨合的过程。至于共存，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。不，其实并没有什么非常确切的规划。我并不是因为这环节很重要才要带你一起去旅行。就像过往每次，我会全力准备每一次约会，收藏每一次的纪念，都不是因为应该纪念才去纪念，只是因为我对我们生活的期待与想象，已经远远超出了我自己的预期。其实2个灵魂的靠近融合，都是易于理解和想象的。唯独共存，即便看了电影，我也很难领会。可我又觉得自己期待的一切，早已超出了融合的范畴，所以我才会推着自己迈出这一步，想和你搬到一起。我想试着给自己的想法和内心一个释放的空间，这样一切或许就会有答案。从搬进来的第1秒开始，我就已经有了答案。这个答案也一直在反复被验证着，尤其是昨晚。把你抱回床上的时候，看到你瞌睡的样子，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想法。我好像可以一直看下去。如果在我眼前的人是你，无论你做什么，哪怕只是在发呆，我都无法移开视线，因为太想一直看着各种各样的你，所以我才忍不住来到你身边，向你提出一起生活的愿望，和你分享我的人生。说不定等真的过了很久以后，等我们都垂垂老去，某天下午在摇椅上打盹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回想起现在这一刻。一定会的。哪怕过去再久，只要我们看彼此一眼，记忆就会变得鲜活起来。决定和你一起走下去那个瞬间，听上去很唬人，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冲击。最初的最初，不过是我看到了你沉睡的侧脸而已。换句话说，我对爱情的向往和期待，并没有随着那个系列电影的第5部完结，是你让它永远上映，永不落幕。好。哦，第1位客人到了，我们该去迎接了。
没事儿，他们玩他们的，我们聊我们的。让我先看看你。不错，服装和发型都没问题。然后嘛，没关系，让他们闹去。外面有左然盯着，我们再在这儿待一会儿也没关系。你也知道，哪有蹭好运这么玄而又玄的说法吗？作为看着你们一路走来的人，我们更想做的是亲眼见证你们踏上未来旅途的瞬间。首偶所代表的那5部电影结束了，而你们的故事才刚开始。他很快就来了，在那之前，我一直特别想说一句话：一件事的结束，正是另一件事的开始。所以 ，Rolling。还是看向我这里吧。还好，翟星没有给你剧透完所有的内容。记得我曾和你说过，我们的故事会随着那系列爱情电影完结而开始。我不仅想和你一起像他人一样举办乔迁宴，更想留下一场只属于我们的新的电影。所以我才麻烦大家帮我准备了这些，还想出一个蹭运气的借口。为了让我们更顺畅地进入电影主角的角色，我还向你讲述了首偶的故事。虽然期间发生了些意外，所以我可以按下录制键吗？和你有关的未来，我1分1秒都不愿错过。现在可以让我履行这份承诺吗？永远幸福，乔迁快乐！恭喜恭喜！好好过日子，你们可是咱们律所的牌面。要永远幸福呀！真的没有。比起为难，大家其实比我更起劲。是啊，我怎么会为难左大律师呢？你们2个平时那么照顾大家，我帮忙是应该的。何况大家原本就纠结乔迁宴该做些什么比较有趣，正好左然来提议，我们就马上答应了。人的记忆也许会消散，但影像是不会轻易消失的，就像拍电影一样。只要录下影像，这一刻就能被永远保存下来。几年后，不，哪怕是几十年后，你们都可以重温。好了好了，
这个新家的男女主人的新征程差不多已经录制结束了。大家忙了这一遭，有没有点福利什么的？比如打完桌游加个餐？当然可以，辛苦大家了。怎么了？你怎么突然？确实是这样，不过，算了，你再过来一点。这样的意外会让你太紧张吗？不过要先等等。就当我突发奇想，私心比以往都要重一些吧。客人们看得够多了，而且你脸上还有一点花斑，先闭上眼睛。那对手偶，要不然还是先放架子顶上吧。放在这里，你觉得可以吗？哦，那倒不是，其实是把那个男性手偶放在靠近书的位置，会让我不由想到电影里的桥段。他们这是在玩猜书的游戏，因为男女主角本身是校友，又同处一个职场，专业交集便很多，因此也经常互相考教专业知识。只不过，男主角在这方面总是屡战屡败，每次答错都会被女主角在手臂上写正确答案。确实，这个桥段在电影中也很有意思。现在我们也可以试试看。这跟电影里应该不是一个难度水平吧？好吧。这几本卷宗
都是才开庭2审过的，整体内容我还算是比较了解。这好吧，我愿赌服输。现在无论你对我做什么，哪怕要复刻电影中的情节，我都不会阻止。你这是？你要定做新的手偶吗？数据？等等。那好吧。量好了吗？这些书容易滑下去。不是要测量吗？这里应该不在手偶需要的比例范围内。你当然不是。只是我觉得，现在这个测量方式效率似乎不高，所以要不要换点别的方法测量？我想试试。你看。像刚才那样把我困在这里，终究有些凉。而且我们的新家还没有完全打理完成，还有其他很多要做的事。我再听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那么，我们尽快过去吧。我先帮你测量。是啊，只是测量而已，一会儿就好。那么，测量手偶尺寸参考的任务，就交给你了。
已经都测量好了吗？